大家好啊！今天又是下雨的一天，距离我们买这个房子已经过去了半个月。在半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们做了些什么？今天来总结一下吧。反正也是下雨。首先，第一，我们解决的地方就是这里。之前是那些杂草长得很高，和那个树一样高，在这里形成了一堵围墙。我们把它收拾开了之后，现在就这么光亮了。然后过来就是我们的院子里面。院子叔叔在家的时候，前院和侧院堆的都是柴火，现在被我们收出来了。收出来了呢，现在又堆了一些家具，没办法，只能堆在这些地方，因为堆在外面的话就打湿了。还有呢，就是这里这棵树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它之前的样子，被锯掉了。然后这个木墩子的话，大家都觉得在这里有一点不合适，要全部锯掉。改天我们把它锯掉吧。走过来呢，就是我们的院子啦。之前院子里面也是堆的柴火，各种木棒，到处都是，杂草丛生。现在放上了我们不要的这些土罐子，比之前是宽敞了不少。然后今天下雨，我们也照样是在接水。这个院子全是稀泥，不好走，我们就铺了一些石板。这样走脚就不沾泥了，看，是不是？这样看过来，再过来的话就是我们的菜园啦。之前都是种的黄金中药材，自从叔叔给它挖走了之后，我们就撒上了菜，已经在开始发芽了。还有这里，我还在说呢，叔叔堆在这里的柴火被我们收拾干净了之后，我们又弄了一堆柴火在这里。到时候我们想一想，把这些长的可以利用的就用来在这里做一个围栏。因为我发现我们的菜里面有很多狗脚印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种一步一个脚印，菜籽都塌陷下去了，全部都是。我还不知道是哪只狗干的坏事，被我抓到了，你看。然后过来就是我们的牛圈啦，牛圈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动，就是之前全部都是装的稻草，被我们统一整理到里面去了之后，就是堆的柴火了。之前还觉得这个牛圈堆不满，现在看来都不够装了，装那些柴火。你看那个小星星，在这山里面可高兴了，这么多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这里。这里之前也是一片狼藉，后来被我们给收拾出来了，就变成了一块土了。然后我在里面撒了一些萝卜和油菜，已经发芽了，还长得挺快的。但是这里不知道它长得好不好，因为这里的阳光受限，光照不足。最后就是这条排水沟，看后屋檐还是不积水，大家看这条沟里面都没有水。再者就是我们这条路啦，这条路之前杂草丛生，后来被我们拓宽了一点点，但是后期还是要给它硬化的。外观几乎就是这些了，前院、后院、侧院
牛圈，还有菜园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侧院，叔叔的这些黄金还没有来给他挖掉。他说我们也不急着用这块地，其实我们也挺急的，因为最近下雨，所以他一直没有来给他清理走。然后这些是芋头，他应该是不要了的。这里这块地也挺大的，开采出来了之后，也可以用来种上什么菜，和那边的菜园种子不一样，用来种在这里。还有就是这块地方塌方的，上次我说那里是不是有一点塌下去了？其实没有，因为我去看之前的视频，看错了。之前第一次坍的时候就塌了这么多，后面它是没有进行第二次坍塌的。大家都说我们要把这里给处理了，但是这个坎上是我们的，坎下是属于下面叔叔他们的，他也没有上来，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啊。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房间里面，你看，这是我们的厨房。现在已经可以烧火烤了，房间里面都没有放什么东西，内部结构一览无余。再过来就是杂物间啦，看这个杂物间，真的是用来堆杂物的。我们弄的那个工具台有一点漏水，重新弄起来给它规划一下。这个板子还要给它打磨一下，漏雨的地方我们就暂时不使用。虽然有一点杂乱，但是看起来比之前好很多了，因为它没有那种陈年老灰。大家都说那个对我们的肺部是有影响的，所以我们还是尽早的把它给收拾出来了。这就是客厅。客厅里面没什么东西，就是他们的猫粮，还有叔叔送给我们的米。再者就是我们的网线、路由器全部在这里。然后过来就是卧室了。卧室暂时还没有安装电，所以这样看着是黑不隆咚的，什么也没有，里面就一个茶具，然后那些透光的地方我们都是要想办法给它补起来的。之前的那些木板已经错位了，所以它的墙体有一点脱落。小星星，你很冷吗？在这里烤火怎么样啊？舒不舒服？有自己的家喽！你看它，我们在哪里，它就在哪里，特别乖。